上个礼拜呢，比特币价格确实产生了一段不错的上涨行情，价格呢从8万多涨去9万2的一口价格。那无论它在8万7还是在9万2，比特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周线级别下跌过后有需要进行一段反弹行情，并没有直接形成价格反转。那我在上支影片说到9万2这口价格，应该就是周线级别上下边缘的阻力区间，可以随时留意这口比特币的价格反应，去看跌比特币。那上周五呢，确实是触碰到了比特币的周线级别的支撑区域，那现在已经变成阻力区，往下跌了6000多点，在今天早晨的7点钟曾经跌破8万7的这个整数。那现在可不可以说，比特币9万2就已经反弹撞到顶部了？接下来的话就是看空的一波空头趋势，行情会回落到哪里？我们可以留意到下一个反弹的交易机会。那等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本支影片呢只做比特币行情分析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请点击一下订阅，你的点赞、支持加评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在分析技术面指标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基本面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大家都是和我一样比较好奇的，为什么今天比特币一度狂泻至8万6以下，市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那它有多种方面的负面消息首先是业内比特币大户，也就是微策略公司现任执行官在上周五表示，公司只有在其 MNAV 这个比值的话是公司的市值除以加密资产的净值，如果这个数值比例跌破1的话，且无法获得融资获得新资金，就会考虑出售比特币，并称为这是最后的手段。那我们打开微策略的官网，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MNAV 的话，它的比值已经来到了 1.19 百分比，那这个比值的话已经非常接近于1了。那另外呢，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比特币的总持有量是在649870个，这个在我们上期影片就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一个微策略的公司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上期影片。那我们再返回到这里，那目前微策略公司的话拥有560亿美元的比特币储备，然后根据其网站显示，对，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过的。那与此同时的话，对于稳定币 USDT 的稳定性评估下调至最低级别，并警告称比特币的价值下降可能会导致该代币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那一度会导致市场出现恐慌的情绪。包括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上周五就开始打击虚拟货币炒作贸易等等的机制的会议然后其实国内非常的排斥在外最后呢，是我去整合的关于日本加息为什么会导致全球崩盘那其实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类型的问题首先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下，我们是投资者，我们要去购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或者是加密货币那我们介入的条款已经给大家说好了，就是日元嘛，因为它可能利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呢，日元又不能直接用于购买股票市场、债券或者是加密货币，要把它兑换成为比如说你要去购买美国、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你就要去换美元欧元或者其他国家的法币然后再去购买他们的股票。那加密货币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出入金，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日本的利率开始上升，介入日元的成本会变高，导致之前依赖于低利率的套利交易变得不再有利，那投资者需要偿还借款，这样会形成一系列的去杠杆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会形成一个死亡螺旋，就日元会升值，因为大量的人就是归还嘛，然后投资者会抛售自己持有的资产，然后兑换美元为日元，日元又进一步升值，然后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全球就会形成一个去杠杆化。去杠杆化的意味着减少债务或者是杠杆，但由于借贷成本的增加，投资者不得不减少债务，卖出资产以偿还这个贷款。那这种行为的话，会引发全球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说的大白话一点，就是你手上的这些资产要用于还款，那么你就要把手上持有的债券、股票、加密货币全部都卖掉，然后变成这个日元，然后重新还回去。这样的意思你就知道嘛。那短时间之内的话，加密货币肯定是大量抛售嘛，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去还这个日元，所以呢就把自己持有的资产然后兑换成为这个。OK， 我们回归到比特币的周线级别那么看一下它技术面给到的指标。通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其实有过预判就在这里呢连续4到5周的一个下跌，那肯定会有1周的反弹，这个反弹一定是正常的。那价格就是要下跌的时候呢，不会是全面单边下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都是跌反弹然后再下跌，这就是所谓的 ABC 浪的下跌。那很多人认为上涨的牛市的话就是这样子，就可能一步到位，就是从低点然后一直到顶点，他们认为的牛市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去做庄的话，你肯定是要亏死的。那这样子的话，下跌熊市也不会是一下就直接下来，从顶点然后一直到底点，肯定会有一个中间回调的就是回调的一周。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一轮周期啊，那么是21年11月08日啊，可能周期时间比较早一点，它就是在这个顶点，然后一路下跌，但它并不是一条直线的下跌，一直跌到可能我们说17000这个位置，它实际上是先跌，然后进行盘整，那中间呢会有一个反弹的迹象，然后再下跌，然后再盘整，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迹象，然后再下跌，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上升的话，就是上涨的行情也不是一蹴而就，它中间肯定也是经过盘整区的。接着我们来看到日线级别啊，那当下比特币走入下跌趋势，在币圈当中呢，大家提到最多的话就是牛熊市，一天涨3000点，你就会说牛市来了；一天跌6000点，像今天啊，大家都认为熊市又开端了。如果单纯的讨论牛熊的话，其实现在就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啊。但是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指标 EMA 50和200均线。那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这一个50日均线跌穿了200，那么机构认为阶段性已经是一个下跌的明确趋势，除非50日均线呢成功站回到200均线以上。那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例子呢，来给大家做一下1:1的复刻。那现在的话已经出现了这一个50均线跌破200，对吧？我们找到这个，然后它是处在一个下端嘛，就是行情下跌的状态。那我们尝试找一个例子，这样的话更加可以佐证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那一定要去找这种交叉的线啊，不要去说这种就是重叠的。重叠的话一般都是上涨的行情啊。你可以看到重叠的话一般都上涨行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50日均线落在了200均线以下，那它短暂的话出现了一个价格下跌，在这里可以看到吗？价格一路下到这里。那这一个例子的话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找一个例子。那这个的话是50日均线也成功的下落到了200均线以下。那我这里蓝色啊，注意一下，你看一下指标，我这里蓝色线是200均线啊，那么橙色线的话是50均线啊。所以我在说50均线跌破200的时候，你要清楚我在说的是哪两根。然后呢，在这里它也出现了一个交叉，对吧？交叉之后呢，价格也是一路下跌。并且在这里呢，已经就没有再出现重合的那个情景了。然后呢，它价格就一路跌，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可以找一下，那比如说200均线突破至50均线之上，那么价格的话来了一波上涨。不过呢，看现在的这个图形结构来看啊，那么这个很难是，我个人认为啊，短时间之内呢，肯定是很难说50均线呢重新站回去。比较难，那整体还是以看空为主。另外呢，有不少分析师指出啊，比特币如果没有办法站稳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话，很有可能在下一个跌破的点是在74000到75000。当然，我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我还是希望比特币能够越来越好。那其实最终决定这个方向的话，还是美联储利率。那它在12月11日的时候呢，现在的概率是 83.7%。还是可以能够接受。那最终能不能降息的话，要等到12月11日那一天。今晚的话是将结束 QT 的会议演讲，然后以及是美联储主席的会议，应该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不过也有消息说，美联储的主席可能会换其他人，然后因为在明年的话是大选啊，那特朗普肯定会为了大选做出一些战略性的举措，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所以呢，也有不少人就是跟我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明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不能说明年完全走熊，但明年是转折点。那今年的话，估计就这样子了。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按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 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
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投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